如果你是蛙家的忠实粉丝，一定会知道蛙家在收纳时很常搭配标签机使用。市面上标签机那么多种，到底哪个好？今天要开箱3款网络上颇受推崇的标签机，并一一告诉你它们的特别之处，一起看看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收纳的目的是为了让空间更加整齐，整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动作就是物品的分类，而整理完之后，最重要的则是维持。帮物品找到自己的家以后，要记得每次使用完物归原位。但家里东西很多，要记住所有东西可能不容易，这时候标签机就能派上用场了。避免了手写标签可能会有的字体凌乱、标签破损等问题，还能透过系统内建的图案作为分类依据，让东西更好找。第一款要介绍的是之前蛙家曾经开箱过的 Epson 美妆标签机，拥有纯白化妆包造型，以及让少女们疯狂的粉嫩机身。这台标签机推出时，讨论度最高的是它除了一般标签纸外，还可以列印缎带、烫印标签等不同类型的标签。这款标签机是直接使用键盘输入的款式，感觉跟电脑很像，设有 Shift 键和输入法切换钮，内建1000多种符号与插图，一次最多可以输入90个字。供电方式有使用碱性电池与 AC 电源变压器共2种，想带出门使用不需要带一堆线，装上电池就 OK， 还蛮方便的。我们先装进6颗3号电池，接着把标签袋安装好，最后再把标签袋送出，校正好位置就可以了。开始使用啦！先来印一张标签试试看。出纸速度稳稳的。列印完毕后会自动裁切，不用怕自己用剪刀手动会剪歪，适合完美主义者。这个功能很棒，推荐。接下来我们改装进缎带标签袋，一样先校正位置。咦，标签机的自动裁切功能竟然切不断缎带！重复尝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，看来只能手动剪裁了。作为手作人的爱用款，我们也来尝试做个小书签吧。把喜欢的句子或是图案输入好之后，可以选择想要的缎带长度和文字重复次数，都挑选好以后就可以列印出来了。因为自动裁切功能失效，所以我们用剪刀自己剪断。列印出来的缎带长度很刚好，把两端稍微修剪整齐，再在背面贴上磁铁贴，一个小书签就完成啦。往书页上一吸，牢牢的，不怕轻易滑落，感觉还不错。这个小创意就跟大家分享咯。最后来试试看烫印标签袋，这款就能够成功切断了。标签袋摸起来质感蛮硬挺的，不知道烫完后会怎样。烫印标签袋要搭配熨斗或离子夹使用，可以烫印在布制品上。今天我们拿帽子来做示范。烫好后看起来是光滑面，感觉很有质感。用手抠一抠，边角还是有点刺手的感觉。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人，可能就不推这款咯。第二款要介绍的是 Brother 的 PT P300BT。这款标签机算是入门款，价格比起同品牌的其他标签机也比较便宜。因为是入门款，这台机器就没有自动裁切的功能了。但因为本身有裁刀设计，只要自己手动按一下就好，这样的设计也算蛮方便的，不会有剪歪的困扰。可使用6颗4号电池或 AC 电源2种方式供电。机身属于可以一手掌握的大小，但因为要装电池，所以比较厚。电池另外一边装的是标签袋，正方形一台，其实长得很可爱，也是不少网拍店家会选择的机型。这款使用蓝牙连线，直接用手机操作列印很方便。小编发现这款标签机同样拥有烫印标签袋与缎带标签袋，虽然标签袋的款式选择不如 Epson 那么多样，都属于比较简约的样式，但实用性依然很足够。可实际使用后发现，每一个标签前面都会有一大段空白，不管怎么尝试都一样，感觉有点浪费标签袋。接下来让我们来试试看 Brother 的烫印标签袋吧。印出来的标签袋触感很厚实，但烫印过后却如布料般柔软，
用手抠抠看，感觉也很牢固，边角摸起来也不刺手，很适合烫印在小朋友的口水巾或衣服等布料上。这样不仅不怕跟其他人的搞错，也不用怕跟肌肤摩擦会不舒服。小编还有发现一款比较特别的，是护背标签袋，标榜防水、耐磨、耐高低温、紫外线与化学药剂等，听起来很酷。我们买了1卷回来测试看看。首先列印几张标签，其中1张贴在鞋底，我们打算过1天再来看看状况怎么样。另1张则贴进碗测试，但只有测试1款好像有点无聊，所以我们把今天要介绍的3款标签机都各贴了1张。首先把碗拿来清洗看看，3款的状况看起来都不错，没有因为碰水跟刷洗就失去粘性，还是很牢固。那我们再进阶试一下泡水看看，看会不会渗透。3分钟过去，用手搓搓看，标签纸还是很服帖，边缘看上去也没有渗透的迹象，看来这个测试大家都过关。下一个测试比较残酷，我们直接把碗放进微波炉加热1分钟。加热过后，可以看到 Brother 跟 Epson 的标签依然完好，但热感应式的金橙就变黑了。平时也要注意，别放在火源附近哦。小编走了1整天，最后来看看鞋底的标签纸吧。除了上面沾染一点灰尘以外，标签纸看上去依然很光滑，没有太多磨损的迹象，粘性也很好，抠了几次才撕下来。撕下来的标签纸甚至还有不错的粘性，在手指上甩不太掉。看来这款标签纸是真材实料，很不错哦。简单的几种小测试跑下来，这个标签纸感觉很不错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购入哦。最后1款要介绍的是很常出现在蛙家影片里的金橙标签机。一开始蛙家买的型号是 D11， 大小可以一手掌握，价格也很亲民，是3款标签机里入手价最低的。重量210克，不管在居家使用与收纳上都很方便。使用界面简单好懂，内建7000多种行业模板可以选择。后续也陆续推出更迷你、更方便携带的 D110 型号，与复古系列的 B21， 以及适合商用的 B1 等多款标签机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用装电池，也不用另外买 AC 电源，直接使用 USB 充电。光是这点就直接打趴上面2款，太方便了。今天用 D11 示范，下载专属 App， 配对蓝牙后就可以开始使用。标签纸本身有晶片，机器可以自动辨识机身内的标签纸，不用动脑思考要怎么排版，行业模板直接帮你排好了。只要套用以后，再修改一下内容，就可以直接列印。还有一个属于防呆机制，但又很贴心的一点，当你选择的标签模板与机身内标签纸不相符的时候， App 会跳出通知提醒你，避免印出来与预览时不一样。这款标签机的标签袋是离型纸的形式，需要手动撕除。出齿孔上方有锯齿状，可以辅助将离型纸撕得更漂亮。但就算撕歪了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标签本身的完整度。最后，小编要大推一个很方便的小秘诀给大家。有时候列印完后会发现标签数量不够，这时候只要轻轻按一下电源键，马上就会再跑1张出来，不用重新再按一次列印等待，非常方便。因为标签材质很好撕除，贴歪了可以马上校正，没问题。即便是粘比较久的标签，撕下来也不留残胶，不愧是蛙家的爱用款，居家收纳就靠它了。今天开箱了3台不同的标签机，接下来让我们来整理一下这3台标签机的不同之处吧。以列印方式来看， Epson 和 Brother 都是热转印式，而金橙则是热感应式。标签贴纸遇热容易变黑，字体消失。耗材上，我们分为选择性与价格2种来比较。选择性上，花色最多的是金橙，其次是 Epson， 接下来才是 Brother。但若是以标签袋的选择上来看， Epson 和 Brother 则略胜一筹。价格方面，则是金橙最划算， Epson 和 Brother 2种价格差不多。
体型上最好携带的是金城标签机，接下来是 Brother 标签机，最后是最大台的 Epson 标签机。虽然都是可以携带外出使用的款式，但是好收纳的方向来看，小编还是最推荐金城标签机，厚度最薄，重量也最轻，收纳超方便。接下来看3款标签机列印出来的解析度，金城是203 dpi，Epson 与 Brother 则是180 dpi。想不到看起来最普通的金城标签机，解析度竟然是最好的。经过简单的评比过后，如果目的是为了居家收纳使用，小编推荐购买的是金城标签机，是个短袜，耗材取得也容易。但如果你是颜值控或是有额外的标签需求，则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 Epson 或是 Brother 的标签机。那么今天的3款标签机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有没有在他们之中找到命定的那款呢？偷偷预告，9月份蛙家将会开团金城标签机，有兴趣的蛙粉们可以等9月份来捡便宜哦。如果还想看我们开箱任何产品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